别看我平时那么会收纳，每次餐后也是头疼啊，尤其是看到这种又大又沉的锅具，洗完还要费劲收纳。直到看到这款老板洗碗机，我被震惊到了。你们看，不管是中式炒锅还是小奶锅、升汤锅，通通都能上下，真正做到锅碗瓢盆一站式收纳清洗，不用手洗，不用费劲擦干收纳，洗完直接拿出来就可以用，或者放进橱柜，厨房不就瞬间清爽了吗？心心念念好久，刚好听说老板电器入选了抖音心动大牌日，12月26号到28号连续3天直播，空降千万福利补贴，各种大发代金券，我是都想薅的啊！就等活动开始直接下单，这不得定好闹钟？还有各种好用的厨电，你看这灶具采用的就是黑 C 抗污科技，但凡滴上点油污，一擦就干净。这黑科技真的不是吹的啊，冲着这玩意是底侧双吸的。1锁2拢3双吸，油盐3秒直接吸走，还有全新的鲲鹏风道设计，这吸力是真的杠杠的啊！全程自动开关机调风量，内腔还是免拆洗，年轻人怎么可以没有它呢？看着它跟我的手机一样薄，厨下就算是高蒸锅都不怕哦。还有前面重点夸的洗碗机，这款洗碗机的大容量是真的忍不住拍夸。对，就这种21套的，什么概念呢？就是家庭剧场151件的餐具都不在话下，而且一台顶3台，它既能洗又能消毒。105摄氏度的光研聚热环加高能紫外线灯光，双重消杀，关键也是能储存的。你看哈，它拥有中家院医护级零菌认证，零菌储存15天，出差小长假都可以安心用。要买真烤箱的朋友啊，你跟我一样做饭不在行的话，来联动 Rookie 智能烹饪系统。5000多种的菜谱可供选择，你跟着屏幕对着学，1个月都不重样。年底了，想解放双手搞定厨房收纳的，错过双11、双12的人，别再错过这波福利了啊！12月26到28日连续3天的品牌直播，记得蹲住老板电器的团购官方号直播间，福利都贴在你们面前了啊！记得拼手速冲啊！奉劝所有像我一样懒的女孩，一定要来参考我家的这些懒人小心机设计。就咱鞋柜的踢脚抽，一定是要符合当代人不弯腰的习惯啦。对，就是这种自动勾血的才叫踢脚抽。又有人问了，踢脚抽常灰啊？吸尘器换个头，几下就吸干净。再懒点，我连头都不换，这种滤光一扫，啥都吸干净。为了防止我游戏沉迷，桌面电线太乱，大胆一点，做个推拉门，用网一推，全部隐藏，线也都藏在柜内啊。扫卫生就相当简单啦，咱家南北通透，猫狗多嘛，拿吸尘器一开，滤光立马显出地板上的灰尘毛发。我这种吸力大的，什么垃圾都是一遍过，不用反复来回吸哦。一到吸尘器啊，这种防尘绕的刷头是真的救了我。那咱猫狗是真的多，我就专门为猫咪打了一个大别墅，配了猫砂盆。但你看，这猫砂是真的头痛啊，一吸全带走。凌晨扫阵地刷是真的有点东西的啊，刷头一点都不带残毛，垃圾全程也不脏手啊，放回基站自清洁，成盒垃圾嗖一下，这个2.5升的大容量集成吸入囊中，仿生机械刮环还会对滤网进行2次清洁，外都干干净净啊。懒人打扫家务，这不扯淡吗？好在我这个机身轻的离谱，单手拿着都不累，全屋打扫完腰也不酸，关键也是续航够顶啊，通一次电吸全屋都完全没有问题，根本不用边吸边算电量。偶尔家里脏，我还会当一个好妈妈，毕竟边看剧边吸都不带手累的。我家为什么要有吸尘器呢？因为家里有很多小细碎的东西和头发，有它就很合适啊。奶窗咱得眼下吸吧，不然怎么当家居博主啊？我的零食碎也要吸一下吧，沙发要除满吧，窗帘也要吸吧。虽然懒人是演的，但我拍出来我就顺手吸干净啦。我4合1的吸头，各演一下，一条视频就全吸干净啦。而且我这个机器的滤网和尘杯都能水洗，晾干接着用，省了买耗材的钱啊。你想想，懒人花10分钟随便扫一扫，家里就能干干净净，别提多爽啦。我敢打赌，一定没有见过被炸得如此彻底的小户型。无论你是装修小白，还是想要学会收纳，又或是突然感兴趣点进来，相信我接下来发的每一篇笔记都能够让你收获满满。大家准备好做笔记，我要开车喽！开卷第一考的4平米1帽间，它集合了浴室柜、张1楼洗衣机和衣柜。浴室柜的高度我设置在1米，洗头洗手完全不费腰，不沾湿衣服。排盆用的是亚克力定制盆，颜值高，清洗无死角。恒温水龙头除了洗手还可以漱口，清洗水盆、升降洗头。排盆空无一物是因为镜柜在负重前行。男生的洗漱用品按品类放置，开动设置纸巾口，镂空设计牙刷区、自动洗手液、水杯区和牙膏区。插座方便剃须刀和牙刷充电，全体采用活动多层板，按囤货区、不常用区以及常用区放置，既能囤货又方便找到。浴室柜底下设置非常规抽屉，柜体设置插座连接吹风机，开动放置不锈钢桶，吹风机以及不常规的物品全部都能够规规整整收纳。浴室柜底下放置扫地机以及配件。从浴室柜进去就是张1楼，习惯下班扔脏衣服，张1楼上方放置洗衣液，中间隔层设置熨衣板，方便熨衣服。衣柜的话，整体采用全挂式，
自己 DIY 了一个旅行裁裤架，找裤子一目了然，想放多少就多少。转角设置了一个多变晾衣杆，所有包包都有了收纳空间。衣架全部采用坊间设计的衣架，挂置衣物不变形，拿取衣物也非常的便利。收纳盒收纳过季衣服、秋衣秋裤卷包塞入，每次洗完衣服直接挂，太爽了。衬衫、裤子、短外套、长外套都有了家。学会设计好房子，学会收纳，所有的东西都能找得到。因为收纳囤货这个爱好，才重新布置了这个家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很多人说40平装不下成年人的体面，可这里却藏着我最浪漫的反叛。每天回家的第一眼魔法，这个会变形的折叠凳藏着男孩的仪式感。那些说小户型容不下重容的，一定是没看过袜子住进折叠凳暗格的模样。当设计师说这里只能放30双鞋子、6个轮子、2块木板、30厘米深的斜角抽，让回家的拖鞋也有了仪式感。当深柜学会用抽屉开口说话，连最害羞的早午都愿意探出脑袋晒太阳。30元一个抽屉盒，2条滑轨，原本失踪的旧物就都有了露面的机会。收纳的浪漫是允许过期和鲜活在同一个抽屉相遇。冬天的凌晨很想喝水时，才懂什么叫成年人需求无关风水，适合自己的修补才能让家更有生命力。把水龙头安装在床头前，是我修缮小家最有意义的地方。谁说高处只能供奉灰尘？把木板一盖，外加4个万向轮，那些够不着的远方，原来也自有阶梯啊！给无序颁发临时户籍，那些无处安放的家政家电，也算真正拥有了单间。临时维修爆改的隔层板，让横冲直撞的电线和配件都学会盘成圆满的句号。可以给临时的脏衣区开个洞，可以在窗前修上个晾衣杆。临时的晾衣区也有了，家有男生的也可以弄一个小便斗。小户型教会我的第一课，所有不完美都是未完待续的破折号。所谓长期主义，不过是学会与磨损共生，把修补写成未完待续的番外篇。我发现有些不合常规的厨房设计，使用起来却超适合我们这种小户型。姐姐们，粉色男孩来喽！想要保持厨房的刚劲台面，首先你要学会上墙。我的妈呀，太好看了！我只推荐镀锌板，工厂买的并不比镀锌板贵多少，但它又防火又高级又吸力强。墙壁折叠水龙头咱做不了，咱就做台面的折叠水龙头，不用买墙还便宜啊！然后要学会藏个果蔬拉篮车，上面是怡情小调的托盘，下面放点不好看的果蔬，还有个小抽屉可以藏点私房钱。放清洁用品的话，你还可以当清洁工具车。买一个工厂的卷帘门，我那些粉粉的调料瓶再也不怕做饭的时候被油溅到啦。第3，要给小家电留一个小单间，微波炉、电饭煲做这种开放式抽屉，你看煮饭多方便。
第4，要学会借管道，排水管前面做个柜子，你那些五谷杂粮是不是都有了位置？如果深度够，并排又拿不到，单排又很浪费柜子，那就可以学我把轻的放在柜门上。第5，学会遮燃气表，水杯不就拥有了大房子？你仔细瞅瞅，是不是？第6，橱柜一定要多做抽屉。碗盘有家了，筷子手指分开了，锅具立起来了。水槽下方来个大抽屉，再挂点乱七八糟的。柜门咱也得给厨房纸巾留个位置啊，还省一个纸巾盒，一次性手套也得上柜门呢。还得有个小抽屉，可以放点洗碗凝珠啊、保鲜膜啊，小煎锅和汤锅也不能少，对吧？厨房台面太小的话，还得增设台面，下面还可以放洗菜盆。选陶瓷大单槽吧，清洗干净无划痕。照热器要买大通量的，水龙头要抽拉的，垃圾桶也可以考虑内嵌的哦。怎么没有洗碗机呢？放在岛台这边了。本色的哦，这样的设置就非常合理，防止水槽与洗碗机打架。洗完也可以放回抽屉。家里如果还有缝的话，考虑来一个抽拉折叠凳，3公分的折叠凳，轻松拿下高柜上的所有东西，不用的时候收回去，完全看不到。狗狗的放台也可以考虑在水槽旁边，方便清洗。最后记得给弟弟加个油哦，拜拜。家有猫狗的都注意看了啊！下这一期从猫背设计源头除臭，3招教你如何在家里没有臭味。被猫爸爸支配过的家人们都来跟我学，在阳台位置做一个半封闭式的猫厕所，连同室外的换气扇一开，臭气直接排。再选一款除臭给力的猫砂更好。从此不知猫爸爸是何味。在新来的小狗不会定点上厕所是真头疼，尿味狗味是真的很难避免。一块硫磺皂加热水，兑水后喷地板喷狗窝，除臭效果杠杠的。最让我头痛的还得数这只行走的蒲公英啊，脸上嘴里随时能够拔出猫毛让我破防，脱毛膏、除毛梳都救不了我。那净化器就直接买了这款格力宠爱宠物净化器，人家这个设计可是真的有点小心思的啊。考虑到猫爱玩，增加了互动设计，既可以陪猫玩耍，也能近距离的更好吸附猫毛，安全级别的逗猫机关诱惑。哪只猫猫能够抵抗？还有眺望台搭配可调节档位的羽毛铃铛，不就是猫主子的专属高地吗？能解救我的同时解放我的净化器出现了，30mm 的超宽封口加双侧风道，每秒3米的高速吸毛区，精准的打击附近和漂浮的毛发。猫毛乱飞的困扰肉眼可见的减少了，对细菌交叉感染也是我担心的事啊，特别是跟一堆狗生活在一起。好在格力宠爱宠物净化器在杀菌净化这一块也很让我安心。 UV 4芒星灭菌矩阵，实现给驴丸上杀毒家里吧。空间小，宠物又多，干净的空气就反而成为了稀缺品。这台净化器能够做到颗粒物每小时净化17次，相当于10平的房间30分钟就能够净化1次，每小时净化17次，甲醛净化更是5分钟搞定10瓶。猫狗拉的再臭我也不慌了。高电值、钙锌、活性炭，传很猫尿、狗尿异味、尿酸流传的这些臭味元素，而且还可以远程操控，下班提前开，到家就能拥有清新的空气啦。因为爱才带这么多小可爱回家，所以更要对他们负责。你觉得呢？我家这套餐边柜机关算尽，还兼具收纳力和颜值，应该没有人会拒绝吧？图纸放到最后，先收藏再抄作业哦。首先是阳台左边，我设计成了放小家电和水杯的地方，充分利用纵向空间，下面还能够兼顾椅子收纳，不占地还很能装。右边放洗地机和清洁用品，操作台就更实用了，台面嵌入水槽和洗碗机，左边还放了咖啡机，每次泡完咖啡加水方便，清理台面也非常容易。餐边柜我还做了4个不同类型的抽屉，一个放咖啡豆茶包，一个放家政清洁用品，另外2个放狗粮狗碗，喂狗或清洁狗碗都非常方便。抽屉下方预留20公分间隙，拿出来就是一张1米餐桌，多人食用还可以增大台面，吃完饭还可以顺手清洁碗筷。因为平时大家用的最多的就是餐边柜，无论是喝水还是做咖啡，所以选择好的咖啡机我也比较看重。我家这台咖啡机啊，小巧可爱，冷却机、研磨、萃取、蒸汽3合1，不用另外买磨豆机、奶泡机，而且热咖或者冷萃都能覆盖，非常的全面。它前置水箱设计，节省了操作空间，非常适合小户型和载台面。日常清洁时，避免了后置水箱需要弯腰或者移动设备的麻烦，清洁维护也更方便。这边还有一个收纳小角丝，方便收纳清洁刷等工具，日常维护随手可取，简单操作又让台面保持整洁，家里就可以随时时刻保持干净。普通人还想喝好咖啡，最重要的是稳定的萃取压力，它的 OPV 有助于萃取口感稳定、风味浓郁的咖啡，避免出现过萃的苦味或者萃取不足的寡淡。普通的咖啡机电池泵压力一波动，能导致萃取不均或者过萃，很影响口感。这个机器按照金杯萃取的标准，使压力稳定在9到10巴左右，就有效避免高压过萃。懒人想喝一杯好咖啡，这个机器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一个可以看风景的餐边柜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最后附上图纸。
亲爱的兰姐姐都给我看过了。如果你喜欢化妆但又懒得收拾，今天这一组中岛台梳妆柜，每个设计小巧思都适合懒人、J 人，甚至是漂亮、可爱、普普通通的你。结尾会附上图纸，记得来抄作业哦。首先是左柜的台面，用的是4毫米的亚克力。为了防止化妆品乱堆，我做成了上翻式的推门，加上镜子，所有的化妆品井然有序的排放。用完归位之后，打开右边的抽屉，香水、眼镜、手表、首饰一目了然的呈现在你的眼前。记住，高频率使用的东西，它设计的抽屉一定不要靠在胸前，这样你才能好拿好收拾。设计这个柜子之前，我也考虑过，有些兰姐姐不一定是站着化妆，抽屉椅一定要设计一个。以我本人亲自的测试，坐在椅子上面化妆肯定会更加舒服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我所有的化妆品都归类在一个柜子里，用完我随手归位，那我就完全不用收拾。那左边这个柜子的一个小巧思，第一个抽屉的设计是，如果你不用使用镜子，也可以抽出来。第2层放洗脸巾，第3层放椅子，第4层也不要放过。上翻门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，这里一定要加一个支撑，稳固柜门。另一组柜子的作用可以承担一个展示作用，上面开洞，同样用4毫米的超白玻璃，让所有的首饰品能一目了然。亲爱的，教程来了啊！这里我设置了一个抽中抽，像手表、眼镜这些，它利用的空间并不多，空间你是可以极致利用的。下面再做2组深抽屉，那就意味着这组小柜子有6层抽屉，超多收纳。开个小位，分享一下抽中抽的教程。第一组是用普通的3节轨组成的，这个正常都会安装。那其实第2组抽中抽，我利用了一个小巧思，那就是用小的滑轨贴在柜体上，实现抽中抽，整组柜子都不占到1平方。最后把尺寸附上啦。如果有什么不懂的，记得留言告诉我哦。其实我跟你们说，自己参与、自己设计的家才会有成就感，你觉得呢？